派对上，女儿故意大声问丈夫：爸爸，既然洛伊德小姐怀了你的孩子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要跟她一起生活啦？她将切好的牛排放到我盘中，轻声回答：妈妈和爸爸约定过，谁先背叛，谁就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。爸爸不能失去妈妈，所以这件事要保密哦。就算宝宝出生，也绝对不能让妈妈发现他们的存在。接着朝我比手语，我永远爱你。我垂下眼帘，没让他看见泛红的眼眶。他当然不知道，我的听觉1周前就恢复了，也不知道我发现了他藏在书房暗格里的孕检单，更不知道我偷偷买了前往瑟鲁高原支教的车票。只等7天后手续办妥，我就会永远消失在他的生活里。我把面前的牛排推开，不想再配合演出。丈夫杰克逊·格兰特见我起身，立刻跟着站起来，用手语问我怎么了。我摇摇头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想先回去休息。他执意要跟，却被好友们拦下。奎因可能是累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多脆弱，这么急着走干什么？就是卡西迪马上到了，1天不见不想他。女儿波妮也扯着他袖子撒娇：爸爸，我已经开始想洛伊德老师了，我们别跟妈妈走好不好？杰克逊脸色骤变，见我没有异样，才皱眉警告：别在奎因面前提这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反正妈妈又听不见。波妮理直气壮。我趁势将她按回座位。我自己能回去，你们玩。转身走出包厢，不给他反驳的机会。刚走几步就撞见卡西迪，洛伊德款款而来，不知是有意无意，他肩膀狠狠撞过我身侧。踉跄间，听见包厢里传来欢呼。透过门缝，看见卡西迪刚进门就被波妮扑了个满怀。波妮，1天不见，想不想老师？想。卡西迪笑得眉眼弯弯，那亲老师一下。波妮立刻捧着他的脸，用力亲了一口，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才是亲生母女。他放下孩子，顺势偎进杰克逊怀里，仰脸时满是娇俏。而杰克逊眼中的温柔，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。没等他开口，卡西迪踮脚吻了上去。行了行了，好友翻着白眼起哄，都几个月了，还这么腻歪。周围没人露出惊讶表情，波妮更是习以为常。我望着这一圈人，只觉得骨缝里都冒着寒气。原来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苟合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桌边的起哄声越来越大，卡西迪的唇角勾起胜利者的弧度。不知谁又追问上次亲热是什么时候，在众人的怂恿下，他红着脸瞥向杰克逊。前天，主卧隔壁的客房。我无声地与他同时说出这句话。包厢里瞬间炸开，有人大笑，有人鼓掌。杰克逊，你小子终于开窍了。就是以咱们的身价，谁还守身如玉啊？只要瞒得好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奎因反正听不见，一辈子发现不了。听到我的名字，杰克逊笑容一僵，眼神骤然结冰。别在奎因面前提这些。众人不以为意，笑得更欢。波妮也脆生生接话：爸爸放心，妈妈不会发现的，她听不见呀。笑声几乎掀翻屋顶。我站在包厢外，浑身血液都冻住了。直到服务员轻拍我肩膀：女士，需要帮忙吗？包厢骤然死寂。所有人齐刷刷看过来，杰克逊惊慌失措地推开卡西迪，视线慌乱游移。他拼命打手语解释为什么折返，坚称卡西迪只是母校的学妹，却没发现对方的口红早已糊在他唇上，而卡西迪的手还牢牢环在他腰间。他看我的眼神满是嘲弄与胜利，即使已经准备离开，亲眼见到这一幕还是让我呼吸困难。我强扯出笑容：来送钥匙，你们继续。将钥匙放在桌上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无视身后的呼喊，径直走进夜色。街道上车水马龙，霓虹闪烁，我却只觉得冰冷空洞，看不清前路，也听不见声音。想起5年前在奥比沙漠迷路，我们牵着彼此的手，在寂静中行走了1天1夜。那时他用手语比划，就算死在这里，也算成全了爱情。
他曾说爱我会至死不渝，可原来我们的爱情早就走到了穷途末路。回到家时浑身发软，瘫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。第一次见杰克逊是在招聘会，只一眼就沦陷。从此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追他。在此之前，所有向他表白的女生都被拒绝，直到我出现。每天想方设法见他，找他说话，带他吃饭，死缠烂打追了3年，即使被拒绝无数次，也从未动摇。直到某天夜里，被辞退的员工借酒闹事，在公司门口堵住杰克逊，所有人都跑了，只有我扑过去挡在他身前。我们被打到浑身是血昏迷，闹事者才离开。那次事故让我落下听力障碍，却也终于打动了他。杰克逊抱着浑身是血的我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我们结婚吧，奎因。在一起后，我的爱意从未消减，而他的爱只增不减。波妮出生后，总是嫌弃我是聋子妈妈。杰克逊不得不彻夜不眠地教他手语，只为让他能与我更好交流。门锁转动声将我拉回现实。我翻过身装睡，不久便感觉到身后的动静。紧接着，他的手开始在我身上游走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脖颈，这是他求欢的信号。若是几周前，我早就意乱情迷的回应，可现在我只觉得反胃恶心。就在1周前，我的听力终于恢复。我满心欢喜的回家，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他和波妮，却在客厅听见客房传来他压抑的呻吟。我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甚至怀疑自己产生了幻听。就在我要冲进客房时，向来嫌弃我的波妮却突然跑来，借口要辅导作业将我推开，嘴里嘟囔着别打扰卡西迪妈妈和爸爸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他早就希望我这个母亲被取代。他们都以为我还听不见，对我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，却不知我早已将一切尽收耳中。当天我就提交了瑟鲁高原的支教申请，并订好车票。就像我和杰克逊曾经约定过的那样，如果一方背叛，另一方就消失。所以我决定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他和波妮，我都不要了。可脑海中不断闪现他和卡西迪在隔壁纠缠的画面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本能地弹坐起身，猛地推开他。杰克逊痛呼一声，摔在地上。我愣了一瞬，下意识想伸手去扶，手臂却像灌了铅。他没生气，反而担忧地看着我，奎因，你怎么了？我张嘴要答，又想起自己听不见。过了半晌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抬起手比划。没事，我回他，只是有些不舒服。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他慌乱的比划，卡西迪只是以前的学妹，你别误会。他向来冷静自持，可今天因为那个女人，彻底失了方寸。我懒得回应，只摆摆手，累了，睡吧。转身背对他躺下，余光瞥见他僵硬的神情。过了很久，才听见他低哑的嗓音，奎因，我爱你，真的爱你。你要是离开，我会死。眼泪不断从眼角滑落。既然爱我，又为何背叛我？我们明明约定过，此生不离不弃。若一方变心，就从对方的世界彻底消失。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，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，什么都不剩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杰克逊说要带波妮和我出去玩。或许他察觉到我的异样，又或许是他内心深处的愧疚作祟。我们不是一直想去游乐场吗？奎因，陪我和孩子去吧。他搓着手，可怜巴巴地看我，显然是想引起我的回应。就连向来不耐烦的波妮，听说要去游乐场，也双眼放光。可卡西迪在他颈侧留下的吻痕，正透过没扣好的领口刺进我眼里。对他，我只剩下厌恶。没等我反应，波妮已经手脚麻利地收拾好东西。游乐场里，他一直牵着我的手，杰克逊则全程护在我们身侧。我微微抿唇，他下一秒就知道递水。但凡我多看一眼的东西，他只要买下。就连我以前喜欢却不敢尝试的项目，他也非要陪我玩个遍。他明明累得满头大汗，却仍紧紧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。
波妮窝在我怀里，笑得比这几个月加起来都开心。最后，杰克逊买了3个平安结手链戴在我们腕上。他轻声道：“戴上这个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”我沉默不语。他拉起我的手贴在胸口，奎因，你感觉到了吗？这里装的全是你，永远都只有你。波妮在一旁欢快地附和，一家人就要永远在一起。我好开心。我看着他们期许的脸，强压的怒火几乎冲破平静。嘴上说着爱我，却联手背叛我。和别人有了孩子，却还要许诺我永远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要受这样的惩罚？见我一直沉默，脸色越来越冷，杰克逊收敛笑意，重新打了遍手语。一时间，我竟忘了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恢复听力的事。我面无表情，声音发寒：“你心里装的，真的只有我？”他脸色一僵，随即强撑着笑意：“当然，还有我们的女儿。我满心装的都是你们俩。”波妮在一旁搭话：“妈妈，你该不会吃我的醋吧？”没等再说什么，一道铃声打断了他的话。杰克逊走到一旁，片刻后回来，带着歉意：“抱歉，奎因，公司突然有急事，我得去处理。”他看向波妮，后者飞快开口：“我跟爸爸一起。”说完，他拉起波妮就往外走，神色间满是焦急。他不知道，刚才电话响起时，我就看见了来电显示卡西迪。我面无表情地起身，摘下手腕上的平安结丢进垃圾桶，转身朝出口走去。既然这么在意卡西迪，那就祝他们一家4口百年好合。接下来几天，杰克逊和波妮几乎不见人影，偶尔回来，他也总是一脸疲惫，眼下乌青浓重。他们蹑手蹑脚，仿佛怕我发现。我也懒得拆穿，继续扮演他们眼中那个耳聋的傻子。卡西迪却从不安分，不断在社交账号晒出新车副驾上波妮的笑容，晒杰克逊亲手为他做饭的场景，炫耀着他们对他明目张胆的偏爱。他的每一条动态下，评论都在调侃或祝福，而我则在家里一点点抹去自己存在过的痕迹。第一天，卡西迪在动态里晒出杰克逊和波妮陪他在游乐场看烟花的合照。我将家里所有和他们的合照找出来，撕成碎片，又一点点烧成灰烬。第二天，他又晒出杰克逊和波妮为他布置花海的视频。我找来工人，将别墅后花园的温室，他们为我建的，砸得片瓦不留。最后一天，他晒出抱着波妮，侧耳贴在杰克逊胸口的照片。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时，看见消失了许久的杰克逊牵着波妮站在门口。他双眼通红，手里捏着一个文件夹，声音都在发颤：“奎因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要去瑟鲁高原支教？”